皇兄恕罪，臣弟进宫向太后请安，结果各宫各院寂静一片，唯皇嫂这里热热闹闹，就想过来一看究竟。谁知在外头听见这些，臣弟身为宗亲，愿为熹贵妃与皇子、公主作保。熹贵妃入宫以来，凡事亲力亲为，无不勤谨，所以臣弟愿意相信熹贵妃的为人。《甄嬛传》中慎贝勒为什么会出现在滴血验亲这场大戏？这背后是为了追玉娆，捞自己未来的大姨，还是有某位大佬在暗中秘密受了旨意？这期咱们就来唠唠慎贝勒为什么闯入景仁宫。首先，在这场安琪拉 vs 甄端静的大戏开场前，慎贝勒登场时正好碰到了出宫搬救兵的玉娆，因为这时玉娆急事在身，所以玉娆也就没有和慎贝勒多说什么。可见此时的慎贝勒还不知道宫中发生了大事，所以当慎贝勒闯入景仁宫时，咱们仔细听他是这么对皇上说的：皇兄恕罪，臣弟进宫向太后请安，结果各宫各院寂静一片，唯皇嫂这里热热闹闹，就想过来一看究竟。可见慎贝勒进宫的初衷是看望太后。如果说慎贝勒对玉娆一见钟情，那么很可能在看望太后这个过程中，慎贝勒会向太后打听点什么，而太后不仅对慎贝勒说了，还授意他去救场。不然慎贝勒为什么不在下药前出宫，反倒还发现各宫各院一片寂静？难道说慎贝勒还挨家挨户都串了门？很明显这是不可能的。毕竟嫔妃的寝宫，王爷是不能乱逛的。为什么说王爷不能乱逛嫔妃的寝宫呢？咱们把剧情往前推，来看华妃罚跪甄嬛这段。果郡王为救甄嬛，擅自进入华妃的翊坤宫。在这里，咱们重点听听华妃是这么说的：站住！你要带婉嫔到哪儿去？你不知道私闯内宫乃是死罪吗？可见王爷没有传诏是不能随便入宫的，除此之外更是不能擅自进入嫔妃的宫殿。果郡王只是进到了翊坤宫的庭院就被指责，还差点被华妃给定了个死罪。更别说慎贝勒还是无诏闯进了景仁宫，并且慎贝勒还理直气壮说自己原本是偷听，更是毫不避讳地说自己挨个儿串门。慎贝勒敢这么说，难道连命都不要了吗？很明显，慎贝勒背后的靠山是太后，不然景仁宫的侍卫也不敢放慎贝勒进去，毕竟皇上还在里面处理见不得人的事儿。其次，慎贝勒说明了自己来意之后，直接说自己相信甄嬛没有私通，并且还在瓜六反驳自己的时候，慎贝勒想都没想就对瓜六进行人身攻击。只瞧熹贵妃身量纤纤，便可知她辛苦，倒是祺贵人珠圆玉润，可知是享清福的人。先不说随意评价嫔妃这一点得罪了皇上，单说慎贝勒一再劝皇上相信甄嬛这点，就让人觉得事情肯定不简单。慎贝勒为什么要劝皇上相信甄嬛呢？难道真的是想卖玉娆一个人情，救自己未来的大姨？答案是否定的。慎贝勒这么做依旧是太后授意的。虽然在这一场大戏中太后没有露面，但是太后作为上一届宫斗冠军，宫里多多少少都会不有她的眼线。也正是因为这些眼线能让太后不出门就知道各宫发生的事儿，所以当太后听到皇后党找了几个证人要告发甄嬛和温实初私通的消息时，太后一眼就看穿了整场戏码。这场大戏进行下去只会有两种结果，一是皇后陷害成功，甄嬛倒了，从今以后就没有人能够制衡皇后了；二是皇后陷害甄嬛失败，从此皇后被处置，甄嬛一树独大。这两种结果都不是太后想看到的，所以太后才会趁慎贝勒来请安时，特意授意慎贝勒去景仁宫劝皇上，为的就是让这场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慎贝勒一登场便直接说自己已经知道这桩丑事了，偷听也就算了，还直言不讳地说出来。难道慎贝勒不知道皇上爱面子疑心重？显然慎贝勒是清楚皇上的为人的，同时也是因为太后知道皇上爱面子，所以只要皇上口中的外人一到场，这场大戏很可能就要忙不迭的散会了。因此慎贝勒才敢不顾皇上面子的说，我已经知道了这桩不宜外扬的皇宫秘闻。因为慎贝勒进宫的目的是去给太后请安的，言外之意就是我来这儿也是太后让我来的，我所说的话也是替太后传达的。
所以皇上听懂了圣贝勒的言外之意后，就打起了官腔，想着快速解决，和平散会。只可惜安琪拉组合不肯罢休，不然很可能因为圣贝勒的登场就收场了，也不至于闹到最后安琪拉组合落败，瓜六被处罚，皇后也被收走了管家权，让原本处于下风的贞端敬组合独大。只能说苦了太后的一番心思，安排圣贝勒出场也不能挽救这个局面。